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到 Inside Podcast 节目赛掐赛雀，我是 Inside Chris。嗨，我是 Inside 的米娅。我是 Fox。好，今天就是我们的恰特集了。恰特对，集。看到我们3个人。那我们今天要讲什么呢？我们今天先讲，一样还是 AI 的部分。那 AI 的部分就要讲今天刚刚发生的事情，那就是 Google 自己在这几个月想要追赶 OpenAI 的 ChatGPT 的 Bard， 它今天正式推出了一个我们觉得看起来很厉害的新功能，就是 Bard 的外挂上线了。它是可以装在 Chrome 上面，对不对？没有，它是直接就在 Bard 的聊天里面，它不用装在 Chrome 上面。我想颠倒了，我以为是在浏览器装一个 Bard 的 plugin， 然后在我用 Gmail 的时候，或用什么 Google Docs 的时候，它可以呼叫出来，就不是啊，是在界面里面多了一个按钮。对，类似 ChatGPT 那样子。对，可是你可以想象成这个 ChatGPT 现在就是跟你的，比如说你的 Gmail 啦，那你的 Google Map 啦，然后还有一些，那大家知道 Google 还有一些蛮好用的服务，例如说，它可以帮你订机票，它可以帮你看机票，然后可以帮你订订饭店，不是酒，差点用成知语，好，不好意思，就是这样子的功能。然后现在还虽然还只有英文版啦，但是 Google 在这一波里面已经先把第一波跟我刚才讲的这些的部分给打通。那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现在是英文版的 user， 那你只要在 Bard 的输入界面说，请帮我计划，比如说我9月啦、10月啦，我们一家人，你一个人或者说你一家人要去东京玩都可以，那他就会先帮你找你工作里面有空的时间，他会从你的 Gmail 里面看说，你哪一天可能有空，或者说从你的 Calendar 里面判别你有空的时间，然后自动的帮你找适合的航班。还有饭店，然后甚至是说，你怎么从你家到机场的路线，通通都会帮你画好。这是真的发生了吗？真的发生了，哇！刚刚发生的事情，先线英文版，中文版还没有上线。可是英文版的话，哇，已经就你瞬间就是哇，把这全部的关节都打通了。所以它等于是把微软感觉好像是明天还后天，它应该是有个发表会嘛？对。所以也是所以根本上也是针对着微软的发表会而来嘛。因为上半年一直都是微软，那反正是倒过来，微软一直扒 Google 的头嘛。那现在看起来 Google 也想要反过来做这件事情。哇，对，因为它好像是Copilot 的这个跟Office 的结合，对，应该是要在这2天就有新的功能要上线。是那到目前为止只有少数的企业能够使用这一个功能。对，那 Google 等于是说在英文的世界里面提前抢先 launch， 所以这件事情大家觉得好像最近 AI 的这个 Google 跟微软的这个竞争好像有点慢下来了，但实际上他们还是默默的在较劲。前几天还看到有人在 Twitter 上发调查说，你们现在是大家真的有因为 AI 跑去用微软搜寻吗？没有，没有，就是我们前几个月大家还在想说，哇，这波微软病该不会要靠那个 OpenAI 整合进来，就变成可以抢到Google 搜寻的那个份额？对，好像就我们在之前的节目里面就有人在猜说，比如说 Google 这一次可以抢个几%，那就是已经是很多钱不得了的事情。但我这一题，就是我大概在上个月在看数字的时候，基本上没有变化。哇，基本上没有变化。微软哭，并哭，铁打不动。因为一直觉得说，当时间大概半年多前，我们在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候，都会觉得说，这个 ChatGPT 结合了 Bing， 然后可以获得更多有用的资讯，或者是更方便的对答，这会吸引很多的 user 来转移。结果这个典范移转并没有发生，没有真的发生。有很多人其实现在也在网络上就问说，对，你们现在真的有日常都有在用 ChatGPT 吗？有些人说完全没有，就是我已经好几个月没有打开 ChatGPT 了。我不确定大家是不是你们2位现在还是都有在用吧？我还有在用啊，我每天都有在用。哇，每天我每天都在用。
我是有用到 AI 的东西，但是不是用 ChatGPT， 但是相关的东西多很多，不管Whisper 的，就是这个影片变字幕的东西，这一系列东西比较多，那翻译也比较多，但是其他的有写文章、做简报，我只能说它是辅助，它没有到达主要使用的方式，但大家好像也都是一样哦。我看国外大家用来说教你如何利用跟 AI 一起协作写部落格的这些文章，其实也都只是跟你讲说，它会给你更多的一些思考的方向跟建议，但是它没办法帮你真的写好一篇文章。对啊，就大家想象中的那个，我叫你写一个什么，你就会写好出来给我，都不用思考的那个程度还很远。对了，我们我们自己 Inside 自己就是有用 AI 在帮忙写文章这件事情。那其实经过这几个月的实验，那我们内部有稍微微调，然后大概讨论了一下，真的可以省下的时间大概就是大概30%到50%之间。对，如果原本一天要写1个小时的文章，可能半个小时，那半个小时或者是40分钟可以写完。对。然后现在看 Bard 是不用钱嘛，对不对？不用钱，而且我刚刚又试了一下，这速度蛮快的，蛮快的。我觉得他也是刻意的，就是说我们那时候看到 ChatGPT， 它是一个字一个字慢慢吐出来嘛。那个时候有一个说法是，他们希望模拟人在思考打字的那种感觉，一个字一字吐出来的感觉。但是 Bard 这是啪一片直接给你，我觉得这又是另外一种在界面上面的设计，让你觉得说我就是快，对，我的效能就是好，很平滑。那这是另外一种使用者用界面来让你觉得你的速度比较快，就像 iPhone 一样。就像我觉得你很酸哇！你不要这样子我是说顺滑，对啊，好不好？他的那个他有特地，我记得某一届发表会，他有iPhone 特地强调这件事情啊，他们自己讲的，对啊 ，smoothly， 对啊，对，动画也是丝滑体验的一环。好，那 Bard 那刚刚讲的这一个的扩充功能，就刚才讲的可以跟 Gmail 啦、Google Document 串联。那现在是美国目前是只有英文版，可是这严格说起来，这个功能渐渐会开放越来越多。它有点就像 ChatGPT 不能 plug-in 的概念，就是也准备要往给第三方的 API 或者说给第三方的服务开放。就像 App Store 一样，对，让大家可以放自己的 App 上来，然后可以借由 Bard 在这个界面，然后获得可能更 friendly 的资料，这样子，它的界面其实看起来是更 friendly。然后我觉得中文版，但是虽然说中文版还没有支援这个功能，但是中文版其实也在昨天的时候有一个比较大的更新。第一个就是他们那个 Google 有强调，现在大家用到的 Bard 版本已经都是全面使用他们自己的最新的模型 Prompt 2这个模型，所以如果这几天有在用 Bard 的话，真的会感觉得到，可能跟你1-2个月前在用 Bard 的时候用起来感觉是真的有差。PALM 对，我那时候因为其实 Bard 支援繁体中文。也就是7月的时候的事情，那个时候真的用起来大概不太好。我真的觉得比 ChatGPT 3.5 笨很多，而且常常给出错误资料。那现在的状况是，真的很滑顺。然后当然资料还是可能有错，但我今天早上我试用了一下，然后比如说请他整理一下台湾主要政党的一些基本资料，除了数字的部分以外。那人名啦，然后包括其他的特征，还有规模大小，其实这些都还蛮准确的。对，我刚刚有随便叫他你说到数字的部分要再查证，他是不是现在也有回去，就是再结合 Google 搜寻帮你查证的功能？对，他有公布这个功能，就是说，如果你对这个生成式 AI 的资讯不放心，他就有做一个很简便的小功能，让你直接一键就可以回去 Google这些资料来 double check。 对，但是感觉还没有整合的很深度啦，因为如果深度整合的话，应该就可以让大家算是最诟病的那个资料不正确的问题，可以比较轻松的获得解决。起码看起来繁体中文版的部分还要一点时间来解决。
我刚有用家介绍，比如说现在正在上映的电影有哪些，或者是什么Disney Plus 上面最热门的影集的推荐，看起来还可以，所以就是他至少会给你芭比，他会跟你讲说截至资料到9月。哦，你说芭比还是芭比？哦，没有芭比，没事。你是要讲我以为是芭比，对啊，欧比海默，Anyway，他反正就是他电影是给的是新的啦，那他会讲说资料是到今天为止的资料。看起来还可以，对啊，而且它跟 ChatGPT 用起来最大的差异就是它是联网的。我以为你要说是免费的，也是免费啦。而且我觉得有一个很好玩的地方是，之前我在试用的时候，7月或7、8月在用的时候，因为我们公司用的 Workplace 的账号它还不能用，然后今天一试，如果大家是用 Workplace 账号，它也可以用了。一开始的时候是只有商业用账号可以用，可以用，不只是个人的而已了。对，OK， 这个是Google Bar， 因为是在不到24小时内新推出的，这比我们昨天在做这个今天直播的宣传的图片的时候，这件事情还没发生，所以这是最新的啊！意想不到吧？意想不到，我就说，所以我们每次在礼拜三设定议题的时候说，这个。这是暂时会聊的，对，暂时会聊。因为在未来的24小时内，可能还会有一些新的事情在发生。对，最后就很赶，对，就在改标题跟改那个显图的时间当中过去了。对，没错。但因为 bar 比较重要，所以我们今天就先来讲 bar 的部分。OK， 那接下来下一个呢？我下一个要讲什么呢？ARM 吗？ARM IPO， 对啊，ARM IPO 除了股价以外，还有什么好讲呢？你刚刚比较熟啊。ARM 是什么？ARM 已经破发了，对不对？破发就是跌了，现在跌了啦，现在跌了，就是比它上市的价格还要低嘛，叫做破发。所以原本它好像是涨了40%还是30%之类的，但经过了几天的交易之后，它就光昨天就跌了7%、8%，还没啦。但是如果你用查询最新的新闻的话，有一堆分析师说可能有破发风险。对，如果你看这几个小时的新闻的话，对，反正对那个大家可以看一下，因为前几天它上市的时候写的新闻它是大涨啦，因为当然第一天就一定会。只要你公司大家有 hype 起来，就是有在热点上，大家都会说然后就会一发的时候会上涨一些。那 ARM 为什么重要呢？AI 也不能这么说了，应该说 ARM 是现在除了我们熟知 Intel X86 俗称 X86 的架构之外，现在市面上使用最多的。晶片架构，尤其是手机啦、伺服器啦，那就比较跟行动装置，因为跟我们传统的 X86 的Intel X86 的架构比起来，那它第一个它比较节能，然后因为它的 IP 算是开放的，所以大家可以就比如说现在越来越多大厂会去自己基于 ARM 的架构来设计自己心目中更好、更节能，然后更好的晶片。那像 Apple 我们熟知的那不管是 A 级或者是 N 系列的晶片，都是基于 ARM 的架构所设计的。我最近看到的一个数字啊，说到目前世界上主流的，不管是 Android 加上 iOS 加起来的手机阵营，可能全世界99%的手机的架构晶片架构都是用 ARM 的。对。所以它代表了一个很重要的指标，没错。那第二个是，你可以看到，台积电应该是联发科吧？对，台积电都有投资 ARM 这一次的股票，算是一种预购嘛？预购，对，支持这件事情啊。那参与了这件事情也代表是说，整个晶片产业对这件事情也是非常的在意。所以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除了股价以外。那当然，它其中最大的股东是这个 SoftBank 的孙正义，对软银。那这个可能是他近年来少数赚钱的东西，赚钱的。对，所以这也是一个行情不好嘛，没办法，值得
值得一提的事情。在 WeWork 受伤太深了。喂，我有买 WeWork，就是最近就是看它跌成那个鸡蛋水饺股，就是它变成什么0.0几块美金一股哦，然后好像买完没隔几天，现在跌了很惨了，然后跌到有一天他说这个面额太低了，他要把股份呢变并股。我们之前都看到新闻都是，比如说特斯拉或者是苹果是分股嘛，比如说100块变成2股，然后1股50块嘛。那现在它是合股，因为太小了，所以它好像是40股合成1股。哇！然后它有一天就是那个变大 ，First Trade 就通知你，因为你买了可能1000股好了，你就很开心。你很久没有买过什么1000股的东西，1000股其实很少钱，可能就是台币几百块、几千块而已，你只是买好玩的。然后他就合并，我说哇，首次看到哎，对，所以 WeWork 真的蛮惨的，就是惨兮兮啊，对。不构成投资建议啦，但是在讲说这种鸡蛋水饺股，那他曾经也风光一时嘛，捡捡看，做个纪念，做个纪念。对，好，所以没有什么其他的。应该是还可以再介绍一下它的背景资料。首先，它是近年来最大规模的 IPO 嘛，然后它是纳斯达克史上，然后我有点忘记美股还是只有纳斯达克，但总之呢，它是最大的 IPO 案，它是今年最大，然后是历史上第3大的 IPO 案。哇，对，哇，那我记得其中之一唯一比它大的就是阿里巴巴。对，因为其中一个比它大的就是阿里巴巴。哦，对，但是刚才有提到，现在的大股东还是软银，那软银持有的股份其实还是非常大，有占大概75%，所以它大概只有放25% 的股票出来上市而已。所以跌的话，其实是软银自己偷偷卖吧。大咖把它卖到那个一直破发。OK， 对。所以而且我觉得另外一个就是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是，就是除了台积电啦，那我们现在台面上蛮多跟半导体有关的大公司，其实这一次都有认股。都有认股。台积电、联发科、三星、NVIDIA 啦，对啊 ，Apple、Google、Intel， 对啊，都有买，但应该都没有花太多钱，就是卡个位。对，卡个位，反正是那个好伙伴，好伙伴嘛，反正就是大家都在这个生态系里面。那但是，我们刚刚讲开源的话，最近那个ISCV 的架构，对，因为虽然这个对它的就是怎么讲，变成说大家都用 ARM 架构，但是他自己在 ARM 自己在文件里面有提到过说，这个 ISCV 那个如果持续被大家采用的话，搞不好会反过来威胁自己的生意，因为它毕竟是开源架构。对，但只是目前还没有成气候啦，所以这就是一个隐忧这样子。对，好了，那大概就这样。有最后还有一个小道消息还没有证实。小道，最喜欢小道消息了。就是曾经有媒体报道过，就是孙正义这一次如果在 ON 有赚到钱的话，那他下一个投资的对象，大额投资的对象应该就是 OpenAI， 对 OpenAI 大额投，对大额投资，等于是这边有赚到钱，他就会拿钱去投 OpenAI， 而且孙正义好像也是非常着迷于 OpenAI， 对，好像啦，对，谁不着迷？谁不着迷呢？谁可以投资，谁不想投 OpenAI 呢？讲一个我之前知道的那个不是卦，就我看也是一个小冷知识，就是 ARM 最早其实是跟苹果是很早就合作，1980年代就有共同开发的，所以他们渊源是很早以前，老朋友了。对，这个是安谋的冷知识，对。那接下来我们来讲下一题，耶。好 ，OK。进度催赶大师有吗？好啦，这一题就是讲上个礼拜 KKBOX 的母公司 KK Company 要科技，对科技预告那个今年第4季 IPO 在台湾吗？那个有讲吗？没有，没有讲，对，没有讲 IPO。对，他这一次拿到的是中华电信，然后台湾那个大的投资，但是因为这可以讲吗？这可以讲啊，这是个公开资讯嘛，他自己都有说了。因为我们是看到这个林之诚，就是台湾大哥大的总经理，
他在 Twitter 上面有说，就是说，很有趣哦，就是这个大哥跟二哥呢都投资了一间新创，可是呢，大哥呢跟这个新创讲说，不能够让二哥露出在新闻稿里面，所以在我们看到，所以我们在想说这个是什么样的新闻呢？那我们就去找新闻嘛，那你就看到，这个台湾大哥大的董事会决议用可能1500万。不是、我忘记了，美金应该是美金投资了科科股份有限公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但是在这个KBox 自己的新闻稿里面，他只写了中华电信跟其他公司，没有提到台湾大哥大。那我们猜测应该就是这一个事件，就是之前在讲的事，就是之前在讲的事情。对，但这件事好像没有其他人报道。就是没有人特地把这点拿出来讲。对，但是这是一个有趣的点的趣闻。对，我觉得跟台哥大比较，应该说跟这件事情跟台湾大哥大最有关系，就是其实台湾大哥大有宣布自己的 MyMusic 要慢慢退场，然后他不是卖给他了吗？对，他应该是说台哥大有自己的音乐服务，对标其实就是类似像 KBox 有自己的串流服务。以前最早的时候，这家公司叫，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以前叫 Easy Peer， 对，很古老的名字，很古老的名字。然后后来他们好像就所有这种他们的家使服务都改成买系列，就是所以叫 MyMusic。那比如说像远传的叫做 Fridays， 就是它所有东西都叫 Fridays。那这个台湾大哥大这边命名原则是买什么？欢迎光临买凤。对，买 video 啦。对，所以 MyMusic 等于我问了其中里面的人，然后他们的意思是说，对他们公司，应该说对他们公司被卖给了 KK， 所以等于是 KK 某种程度上整合了台哥大这边的音乐串流服务，其实。也是听起来是一个蛮好的整合，是啊，而且从那边卖掉金额，我忘记金额，但看起来金额好像是7亿多还是几亿的台币，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不小的金额了，不错的金额，了解。因为他可能就第一个是他可能原本就带了 subscription 嘛，就是他已经既有台哥大绑定的用户，然后他接下来也许台哥大里面的资费方案里面就会绑KBox，所以KBox 过去其实是主要是中华电信嘛，因为它的音乐串流服务就是跟 KBox 合作，所以大部分的这种订阅可能都来自于中华电信，所以现在如果加上了台湾大哥大，应该是一个不错的结果。不知道你们上次在那个，应该说那个除了在更早之前，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做一个专题的时候，其实那时候也有访到 iZero。然后 iZero 其实也有稍微再介绍一下，说当初 KKBOX 的就是第一个成长高峰期，其实是随着那中华电信的账单来的。对啊，就是就是用他们的合约账单去绑进来的数量，所以这个显然对于 KBox 来讲是看起来应该是一个数字的跃升了，应该会是个数字的跃升。不过这是一次性的啦。那我们现在就会想说，那既然他宣布第4季 IPO， 那到时候到底会去哪？现在还不知道。但之前一直就说台湾是在争取他留在台湾的，对，就是创新版嘛。对，就是台湾政府证交所这边就是很努力把他们留下来，说你们是一个很指标性的案件，你们不能跑。大概这种意思，大概这种创新版对每个那种大头都这样说。对，台湾很重要，业绩，台湾很重要。对，我现在先乱猜一下，我觉得有可能是东京的。真的，因为毕竟那个 KK 那个 KDDI，他们也一直在布局日本。KDDI 现在其实也是大股东啊，对啊。对，另外一个值得讲的是说，KK 其实 K Company 它现在其实分成2家公司，一个叫 KK Technology， 一个叫KK Culture。那我们现在要看到上市的是 KK Technology， 也就是包含了串流音乐服务跟它的一些他们其实有帮日本的公司就是开发这种影音平台的业绩来源，所以这一块也会是在 technology 这边。
那K Culture 那边是包含了可能有他们其实是有签艺人的，他们也会办可能演唱会之类的，然后售票那一块全部是在 Culture， 所以他们等于是上市这两块给分开了。那有些人会说啊，可能是把比较赔钱的 Culture 目前呢可能看起来是赔钱的。切到另外一边去，但这个细节就不知道了。对，你也现在其实合理啦。如果我们想说那个听起来 culture 就是比较接近我们传统，那接近一间经纪公司，或者是说跟唱片有关的，它就像一间唱片公司，或者说接近传统的演艺界。那这一个股价能不能跟科技股能相提并论？想象当然是比较困难一点。科技股听起来是比较性感。是啊，对投资人来说啦。对投资人来说。好，那接下来切换话题大师。KKBOX 还有要补充的吗？没有了。那我们进行下一题。好，下一题是什么？墨西哥外星人吧。真的我们要讲这个了吗？这么快？这不是你要讲的题目啊。我本来想说今天有报就不用讲外星人。我刚才说外星人这个确定要讲吗？OK， 讲吧。讲真的对。然后就是总之大家可能最近上个礼拜嘛，其实也不到1个礼拜啦，然后就是有一个很红的关键字就是墨西哥外星人因为我最早其实在 Twitter 上面看到的新闻，我就看到一些老外，然后在转说，哇，这个墨西哥国会正在开箱听证会，这个外星人，然后他们就把2个箱子打开，然后里面有外星人，疑似外星人的木乃伊。因为你在想说，因为他在讲，好像是在讲不是讲英文，应该是讲墨西哥话或者是西班牙语吧？西班牙语。然后就开始在开箱，那你也不确定这是真的假的，因为这种东西看太多了，然后你就觉得说，你感觉整个都是假的。那但是随着时间慢慢递延，你可以看到 PTT 啊，然后说啊，这个是国营的电视台在直播了，而且是国会上他们认真在做的。那你就觉得这有点好奇。那慢慢这个声音就这个消息就传开了，然后有一度台湾的 Google 搜寻里面就出现了墨西哥外星人抢占 Google 搜寻排行榜。难怪这种玄奇的新闻都会，就是大家都很爱这种文章，大家都很喜欢，所以对。但是总之这个出来爆料说，我有前西班牙时代外星人样本的那个所谓的的爆料者呢，已经。反正就是现在已经被各界质疑了，被逼爆就是说这家伙是有问题的。对，然后科学家也都说这个超级白痴，结论就是又是虚惊一场了。对，然后可能网络上也开始出现一些迷因啊，什么这个外星人是真的吗？还是蛋糕呢？我有看到那个蛋糕，就是拍一拍，然后就切蛋糕，切一块。对，因为之前会有一些人做很像真实物品的蛋糕。然后会在比如说短影音平台上面拍一些影片，我做一个很像的蛋糕，一切下去，其实是蛋糕，不是真的。然后就有人说这外星人是假的吧，然后切下去是蛋糕。原来如此。对 ，OK， 好吧，所以这件事情很红，很热门，但很遗憾的跟大家讲，这没有造成任何的乌龙。那时候对，还有人讲说，这个美国 NASA 该站出来了吧？美国的这个其实 NASA 有组团队啊，他们上个月6月吗？还是7月的时候有一个听证会，是关于 UFO 的。那个就比较听证会，那个好像比较严肃一点，没有那么闹。但是他的结论，我不知道有没有记错，但他那个听证会的结论就是说，过去针对这些这些不明飞行物体的影片或者是记录，其实都不够可靠，所以他们的最后的结论是我们需要有更可靠的仪器来证明这些事情的存在。也就是说，他很认真的开了一个会，也很认真做出了一个结论。但是这结论有讲跟没讲一样，就是他们就是你以为会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情发生，就完全也没有。一席话如听一席话。我觉得最清晰的就只有讲说，现在没有办法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这些 UFO 就是外星生命，就只有这样而已。但这个也是我们现在常在讨论的一个话题，就是说，随着我们现在人人都有
手机上面有镜头。外星人就越来越少了。就我们现在对啊，在社群网站上，如果我们真的拍到这个直播外星人UFO， 或者是真的看到外星人，那被直播或拍到几率不是大增吗？就我其实，在当代起码最近1年以来，我不认为我们有看到什么惊人的。什么手机直播什么的浩克出现之类的，突然有什么 UFO， 然后在那边乱飞，就是那种不正常的飞行规则，好像光点把它都没有嘛。我们有看到星链在那边排在那边飞来飞去嘛，但是你没有看到任何这种 UFO， 所以意思就是说，尼斯湖水怪也不再出现了，那就是因为他们不太出现了，还是只是说？我们的相机变好了，所以拍起来都不像水怪了，都不糊了。所以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小时候看这些玄奇的事情就没有再发生了。对。那讲到这个，就是说，我们讲一个更惊悚，就是如果说这种灵魂或者是鬼怪的，也好像没有在社群上大幅看到啊。什么灵魂或是鬼怪？如果你说就是像那个7月半哦，对，7月半，或者是我们拍到这种以前就是有一段时间就很流行所谓的灵异照片啦、心灵写真啦，现在这个好像也都没有看到，对不对？哇，就是以前感觉很玄妙的事情，然后资讯量很少，然后大家都是传，也没有起码直播现在大家整天在带货，你也没看到拍到什么现场直击，然后什么有一只。就是没有，听说是有此一说，因为大部分很多人都表示说，过去的灵异照片其实都是因为那个底片冲洗错误，或者说有一些出了一些 problem， 然后才会有这些东西出来，会有个糊糊的影子。对，但自从照相技术大幅从底片跨到数位以后，这种机会就好像就变少了。对啊，你 iPhone 现在都几千万画素了，这个拍这么清楚，这个鬼怪无所遁形啊，但是看起来也没有，就是大家都没拍到，这个也是蛮奇妙的一件事情。OK，iPhone 帮社会进行除魅化。对，哇，没有编故事的空间了。好，最后一题，这个 Elon Musk， 对，我们又要把话题回到那个男人身上，又要回到 Elon Musk。每天有新闻的大大，来，马一郎大大，米娅昨天很认真的听了 Elon Musk 在讲什么。真的是很痛苦，不是因为，总之他是我记得是跟以色列总理有一个直播，而且在 X 上有直播，然后他们都 PO 了宣传嘛，就说我们等一下有直播，大家可以来看，然后直播也我记得蛮长的吧，可能1个小时左右，然后那大家就去听了，然后就发现说，他有讲到 X， 我们之后会对于 X 的使用收费，这样子。然后也有说，我们之后会新增一个付费等级，是比现在的订阅还要再低一点、便宜一点的等级。我以为要更盘的，我以为我又要刷了吧？心头一惊。怎样？你有在 care 这个的吗？不是有更贵的出来就要赶快买吗？抢占先机啊！没有人会跟你不一样多的钱。啊，所以结论是结论是他都有讲，因为昨天那个新闻出来说。X 可能会全面收费，就是你光使用就要收费。之后，然后又有人出来说：“你们回去听这个直播，其实他讲的是会再收一个更便宜的 tier， 就是的等级费用这样子。”然后就说大家都在做假新闻，我就很紧张，因为其实我没有写，但那一篇不是我写的，所以我就有点不确定。是我写的。对，那我就回去听吗？我是没有听，可是我有 confirm， 我有 double check， 我有找好几个 source， 所以那看起来是没问题。因为后来得出的结论就是，而且我觉得他那个马斯克的原意应该是说，因为他有聊到机器人这件事情，然后他就在讲述说，那为了要彻底断绝就假账号啦、僵尸账号这种问题，那唯一有效的方法就是让它垫高成本嘛，垫高可以做这些做假账号的成本。可是我现在就我现在看到的是，我们现在简体中文或繁体中文的留言下面有一堆黄推啊。那黄推都是打勾的。对啊，
所以就是看起来好像没有用啊。对，我看起来完全没有用，因为他得到的效益，因为他诈骗你得到的效益远高过于你这个月费多少钱的月费这样。对，所以他可能讲是 spam 型的机器人，但是这一种的就是靠诈骗的人，他人工嘛，人工经过人工，我真的很认真，就算我是诈骗，我也很认真的付了钱，然后很认真的办了一个假账号，非真实人类账号，所以这感觉不是一个真正，他可能真的不太了解就是中文区的状况，但中文区是满地黄推啊。对啊，而且我觉得收费以后是不是更多啦？一样多吗？一样多很多。我觉得曝光率变高嘞，因为他有买那个勾勾，所以就是本来可能会被隐藏或者是排在很后面的，你可以往下滑4-5个才会看到一个，都是黄的，因为他上面5个都是黄的，因为他要给钱。对啊，因为他要给钱。对，所以这是蛮困扰的，就是你现在如果看简体中文，尤其可能大一点账号超过5万人以上的账号，你一滑下面就是女生的，然后就是说，老师很寂寞啊。而且理论上他没有违规哦，因为他 PO 的照片现在也不 PO 大尺度的照片，他就只是不知道去哪里剪一个正妹自拍照，然后就说，然后底下就写一堆暗示性的字，搞不好还用 AI 生的。对啊，然后就是类似说私讯啊，那你一定是私讯以后他才会开始讲一遍，对啊，对，所以看起来。对，就是你很困难，而且他也买了 VIP， 然后就想说莫名其妙。就是第一个他没有违规，第二个他还买了 VIP， 所以他可以获得推广。那你要说要怎么用标准封锁他，好像也蛮难的。所以 Elon Musk 这一招是没有用的啦。对，目前为止看起来是没有用，但他在直播里面又再提了一次，而且他认为应该要扩大收费的各种等级。哦，还要再分就对了。对，他的意思是说，他的原句是，那个以色列总理向他说，我们现在最困扰的事情是，可能会有网军。那我们是不是有办法让他不要是一个人就可以操控一整个军队？至少他就是限缩在，那你一个人就是一个账号这样子。他可能没有想到说，我们这边就人多，亚洲人超多，免洗账号要多少有多少。但是他问了这个问题，那马斯克就接了，他就说，所以我们现在在考虑的是，要不要对所有使用 X 系统的使用者收费。他的原句是这样，我很小心，很小心。那他后面又在提到说，我们也同时在考虑会增加一个等级，用比较便宜的订阅方案，这样子。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他后面就在讲回应串起来，就说那我们可以透过收费，至少让这些诈骗 bot 去黑市收集信用卡的时候会比较麻烦，因为他们都要去收费嘛，他不是创个账号就好了。那这是我目前想到对付 bot 最有效的方法，这是他的结论。这样。显然，他的第一性原理在这边还是不是很稳。他对于这个亚洲的诈骗行业的认识还不够清晰啊，就是还是太浅了啊。但是这是他的挑战呐，就是说，我们去看《马一郎传》这 Elon Musk 传，我其实买了简体版。我已经在看了。那但我现在看的还很前面，我只看了10%而已。但是因为我陆续在听艾萨克森的访谈，然后还有看艾萨克森是作者是马一郎传的作者，马斯克传的作者，他也是写过贾博士传的作者。然后我也听了矽谷101的 podcast， 因为他们也是找了。中信出版社就是中国那边中信出版社出的这个的译者来，那我们也会预告，我们也会采访繁体中文版有天下出版的译者，可能是在10月初的时候我们会访译者，但是节目出来应该是10月中或10月底了，对的时候，那我们也会访谈这一些内容，那聊一下就是在翻译这一个传，或者是跟原厂。来回出版社来回的这一些过程的想法。那 anyway 这个绕太远了，就是在讲说 Twitter 它里面会提到当时间怎么决定要收购 Twitter， 然后怎么去报复
因为他觉得这些 Twitter 的前高管们都骗他说这些Twitter 的数字，害他多花了几百亿美金，然后广告不实，所以不是广告，就是他们给的资料估值错误，造成他估值错误，所以他必须去抢先对这些人做一些坏的事情，然后再一次又一次的 lay off 员工，就是可能原本他可能总共 lay off 的原本85%的员工，所以其实是蛮狠的。我不知道这数字对不对，但是我看到那数字是写80%，我觉得差不多印象中。对，所以他的意思是说，他们有个逻辑，就是讲说，我既然你们看嘛，现在我就是要大刀一砍下去，看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问题，那代表砍不够剧烈，再砍一半。砍到有问题，砍到有问题，那就是可以负担的最小人数了。对，他就是，所以我们那时候都觉得啊，这有时候坏掉或什么，其实就是他砍的，所以就是，我砍下去，没感觉，没有东西坏掉，也没有人挨，那就没事，那就代表还可以再砍。这是他当时间去fire人的一个逻辑。那以现在来看，现在 Twitter 好像变回了是慢慢hire人，就是我开始。再聘雇人，新的人也不一定把旧的人有必要的话，他也是会聘。所以那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些新闻，就是说，所以这个砍法那时候就挨嘛，就是说有些人很重要被砍到啊，这个人是什么很厉害的角色，你也把他砍了。那时候在Twitter上天天有人这样哀嚎，但是以这个砍法看起来就是有痛啊，有痛那就对了，我砍对了，这是他的砍法上，所以这个家伙是。但理论上一般。这么大的公司是不会做这种事啊，所以它很激烈嘛。那当然就是这个，如果我们去看这个马一郎传，你就知道他这个人其实原本就有很多性格上的缺陷的。那他也自己在自传前面最早就讲说，我重新发明了电动车，我把火箭重新的送上太空，然后我做这么多事情，难道你们还是希望我是一个正常寻常人吗？就是他好像是在那个什么某个脱口秀上面讲的话，有讲这句。对。所以的那件事，我觉得我还在中间有看到一个小趣闻，就是他甚至那时候为了要节省成本，我甚至就是说他有曾经想要动他伺服器的机器嘛，动不了。那原本是想说，怎么可能搬家要花这么多钱？你们在搞什么？然后我自己就叫货车，我自己拆线，我自己来搬。结果他发现困难。太困难了，他都自己干嘛？然后，这个再讲一个也是《马一郎传》里面有趣，他就说，有中国的网友就讲说，这是最近看到的梗图啦，就是《马一郎传》就是反复的重复一件事情，就是没事干，然后就找事干，然后就很用力干，然后做完之后，可能稍微有成就了，然后就会交新的女友，然后就可以生小孩，然后。就找新的事情干，就是一直在人生，就是过去20年都在这样子折腾，就是无限循环，就是一直开支线任务的循环。对，就是马斯克传的大纲，就是长这个样子。那这感觉很像就是游戏在破关，你无论如何，你就是会一直找新的游戏，不断去折腾，不断去破关，这就是 Elon Musk。另外一个他的那个马斯克传是不是有公布他的生辰八字啊？最新今天早上就是今天早上有一个 po 文有讲述，因为马斯克有讲他很详细的生日，甚至几点几分出生都有。真的假的？在传里面吗？好像是在传里面啦，但是因为就有人开始研究他的命盘，对，开始有人对，就是开始分析他的命盘。那结论就是，如果光看这个命盘，他就只是个普通的工程师，你不会想象这个命盘会是世界首富的命。哇，这是什么？今天社群的哪里的梗图吗？还是台湾还是中国的？台湾的。哇哦，传一下，传到聊天室。有啊，我们你说这个我们现在的直播聊天直播聊天室。好啊，来补充给大家看一下他的命盘。哇，这个太有梗了。我们直播断了，是不是？真的吗？我看一下，没有好了，没事，我这边那个吧。总之就是这样，谢谢大家。总之今天聊了我要补充一下，还有补充。我刚刚收到另外编辑的消息，就是说，
科科技董事长暨执行长王献堂表示，该公司计划在今年第4季地建申请在台上市。所以地建台湾啊，对，所以申请在台，所以是在台湾 IPO，但是地建跟真的 IPO 时间应该又有个对，第4季地建的话，那第4季地建的话，那真的应该还要隔个几个月，因为像 B 公司已经地建了嘛，但是什么时候？其实，因为我们知道2024可能上半年，但是你没有确定，还不知道一定什么时候，还不知道。OK， 好 ，OK， 这是今天。那我们有空再来讲解马斯克的命盘。大家都有回我说有那个没有那个感谢大家让我知道，因为那就是我电脑问题，谢谢大家。也有可能是 YouTube 的问题啊。那今天抽什么？对，好。我们要讨论一下，是不是？我先我们做个结论，我们有空再跟大家讲关于马宜郎的命盘，我们有空再做一期视频给大家讲解。你为什么要这么确定？学一下老高。然后我们来抽奖。好。我今天有准备的奖品是一个看起来非常有质感的，那个叫什么？挂狗牌，就是那个对票卡夹，我都叫它狗牌，像我这个一样。这个是吧？对。那东西呢？在我后面，等我一下。OK。挂上去十足社畜味。你们可以看到尊爵不凡的应用材料。应用材料。这是一个这是一间公司，美商应用材料公司，厉害的应用，对，我们上次有参加他们的记者会，大致上来说，就是也是半导体产业会非常需要用到他们的设备啦，如果不熟的朋友们，哇，对，那看起来很高级耶，这个有这个的解法，对。这个很高级哦，看起来，你看还有这个，哇，还有这个纸袋，拆开来，那这个呢是一个看起来应该也不适合陈皮的皮夹吧？它里面这是个正品，对，里面有可以放你的名片或者是交通票卡，然后有一个透明的格子，后面还有2个可以放其他东西的格子。那再搭配一个也是有金属和皮件的吊带。哇，你真的是适合直播哎！好，推荐给大家。不是推荐，我也一样抽出来的吧？一样会在这一集，等一下变成存档之后，从存档的留言里面抽出一位听众朋友，可以获得这个看起来很贵的票卡夹。好吗？那我们要留什么呢？上次有被讲说抽冰室竟然留马伊郎，这个不要，大家很开心，真的大家很开心，大家很开心，对。大家为什么这么臭？那我们今天我们聊什么？科好了，4个科，庆祝。它不是3个科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我以为是3个科我以为是科技因为它是 KK， 不是科比较合理吗？KK， 然后因为是科技，所以就是科技。我怎么不行，我现在立刻查证。我们真的是3个。哈哈，编辑是有在看字。所以 KK Company Technology 叫做科技。OK， 那所以我们今天留科技。科技，好，4个字啊，4个字。KK 就是科，然后后面是科技，所以是科技。好。感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下次见。我要去吃午餐了，拜拜。哇，这个票卡真的蛮漂亮的。喜欢本周我们分享的内容吗？请到 Facebook、Instagram、YouTube 来留言，告诉我们你的想法，我们都会看哦。喜欢本周我们分享的内容吗？请到 Facebook、Instagram、YouTube 来留言，告诉我们你的想法，我们都会看哦。喜欢本周我们分享的内容吗？
请到 Facebook、Instagram、YouTube 来留言，告诉我们你的想法，我们都会看哦。喜欢本周我们分享的内容吗？请到 Facebook、Instagram、YouTube 来留言，告诉我们你的想法，我们都会看哦。喜欢本周我们分享的内容吗？请到 Facebook、Instagram、YouTube 来留言，告诉我们你的想法，我们都会看哦。喜欢本周我们分享的内容吗？请到 Facebook、Instagram、YouTube 来留言，告诉我们你的想法，我们都会看。